凭什么一个曾刺杀秦始皇、手握刘邦最多秘密的顶级谋臣，能在开国皇帝的血腥屠刀下全身而退？韩信被灭三族，萧何被踢进死牢，彭越的肉酱被分送给诸侯品尝，而张良不仅连根头发都没掉，最后还安详死在自己床上，被后世尊为了神仙。这是运气吗？绝对不是。要解开这个生还密码，我们必须回到一切阴谋的起点。公元前218年，博浪沙，一个重达120斤的大铁锥从天而降，砸碎了秦始皇巡游车队里的副车。策划这场刺杀的就是张良。很多人以为他是个穷酸书生，其实完全相反。他的祖父和父亲连续辅佐了5代韩国国君，张良是一个真正的顶级贵族公子，随时准备接班成为下一任相国。但秦始皇的大军扫平了韩国，只用了1天时间，张良的家族资产、社会地位、政治前途瞬间清零。面对这种断崖式跌落，张良做出了极其暴烈的反应。他弟弟刚死，他直接拒绝举办丧事，把家里仅存的300个奴仆全部遣散，变卖所有家产，把几代人积累的巨额财富全部砸出去，只干一件事，买凶杀人。但刺杀失败了，秦始皇震怒，下令在全国大搜捕。张良从韩国贵族变成了大秦帝国通缉榜单上的头号重犯。他没有兵，没有钱，连一个合法的身份都没有，只要被人认出来，立刻就是车裂之刑。凭借匹夫之勇，他根本无法撼动大秦帝国的国家机器。面对这种绝对的力量悬殊，张良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反直觉的决定：停止硬刚，隐忍蛰伏。他隐姓埋名，一路逃跑，最后藏匿在下邳。在这里发生了被后世神化了1000年的故事——小禁律。一个叫黄石公的老头故意把鞋掉到桥下，让张良去捡，捡上来之后还得寸进尺，让张良跪下给他穿上。史书上说张良当时气得想打人，但他忍住了，真的跪下给老头穿上了鞋。其实拨开神仙传说的外衣，这是一场极度苛刻的服从性测试。一个刚刚散尽家财，赶去刺杀秦始皇的亡命之徒，为什么会给一个陌生老头下跪穿鞋？因为张良在那场失败的刺杀中顿悟了，个人的暴力在国家机器面前一文不值。他要想推翻秦朝，就必须掌握一套系统性的博弈工具。这不仅仅是受辱，这是对自我性格的极限摧毁与重塑。所谓的隐忍，本质上就是算清了收益之后的精准妥协。通过了3次测试后，张良拿到了那本《太公兵法》。这不仅是一本书，更是顶级战略思维的传承。10年之后，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张良拉起了有100多人的队伍，这点人马在当时的乱世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是项梁，手握重兵横扫江东。按常理，张良这种带着微薄资产的散户要想报仇，必须去投靠项梁这种大平台。但在路过一个叫刘的县城时，张良撞见了一个从沛县出来的中年基层官吏，手里只有几千号衣衫褴褛的起义军。这个人叫刘邦。张良跟很多路过的军阀探讨过太公兵法，那些人全都不屑一顾，他们只关心怎么砍人，怎么抢地盘。但当张良把复杂的战术讲给刘邦听时，刘邦不仅听得懂，而且毫不犹豫地拍板执行。就在这一刻，张良做出了命运的第2次抉择，他放弃了去投靠实力强大的大军阀，直接把筹码全压在了刘邦身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张良就是一个极其冷酷的天使投资人，他看透了权力的运作逻辑。一个顶级的战略大脑，如果碰到一个刚口的自用的主公，那就是死路一条。天下大乱，缺的从来不是兵，
缺的是一个能完美执行顶级策略且没有认知壁垒的代理人。刘邦兵力微弱，这意味着他极度渴求人才。张良可以轻易拿到最高话语权，刘邦能听懂兵法，这意味着他是整个乱世中唯一一个能将张良的智力转化为物理伤害的完美容器。在刘这个小地方，张良和刘邦完成了历史性的绑定。张良拿到了参与争夺天下的政治入场券，也终于找到了可以替自己复仇的完美代理人。在这个阶段，张良成功从一个随时会被斩首的通缉犯转型为一支武装力量的首席战略官。时间推进到公元前206年冬天，刘邦手下的10万杂牌军正面临建军以来最彻底的灭顶之灾。项羽带着40万刚刚坑杀完20万秦军的楚国精锐，在鸿门扎下大营，两军相距只有40里，快马不到半个时辰就能冲到刘邦面前。项羽的首席谋士范增已经下达最后通牒，明天天一亮，40万大军全线压上，把刘邦的营地彻底推平，鸡犬不留。刘邦手里只有10万还没见过大阵仗的农民军，打是螳臂当车，跑2条腿跑不过楚军的战马，这已经不是九死一生，这是十死无生。就在刘邦准备安排后事的深夜，楚军营地里跑出来一个人，叫项伯，是项羽的亲叔叔。他趁着夜色摸进刘邦的大营，不找刘邦，专找张良。项伯带来了明天要大屠杀的内部情报，让张良赶紧跟着他跑路。项伯为什么要冒着泄露最高军事机密的死罪来救张良？因为早年在下邳的时候，项伯杀了人，是张良倾家荡产把他保下来的。面对递到手里的救生圈，张良做出了人生中最冷静的一次盘算。他不仅没跑，反而直接把项伯拉到了刘邦的营帐里。在权力的牌桌上，所有的恩情本质上都是可以兑现的筹码。张良非常清楚，自己这条命保住了没用，他费尽心血选中的政治代理人一旦死了，他这辈子就彻底失去了推翻大秦、重塑天下的本钱。他必须用这唯一的筹码把项伯拉下水。一场极度赤裸的人情交易在深夜的营帐里展开。张良指导刘邦端起酒杯，刘邦低头认项伯做大哥，并许诺结为儿女亲家，用一个虚无缥缈的联姻承诺拉拢了这位项羽的亲叔叔。刘邦装出一副极度委屈的窝囊样，发誓自己绝对没有称王的心思。拿了政治干股的项伯连夜赶回楚营，硬生生劝住了项羽，把明天的军事围剿变成了一场政治饭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第二天，刘邦只带了100多个随从走进项羽的大营，这是一场极度不对等的谈判。刘邦一进门就开始道歉，把身段放到了泥土里，但范增根本不吃这一套。酒过3巡，范增举起玉湍连摔3次，暗示项羽动手。项羽装看不见，范增直接叫来项庄拔剑起舞，剑尖刀刀不离刘邦的脖子。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昨晚的政治投资变现了。项伯拔出剑，也开始舞剑，他用自己的身体死死挡在刘邦前面。项羽阵营的核心层在这一刻出现了致命的撕裂。刘邦趁着上厕所的借口，带着樊哙几个亲信从小道狂奔逃命，主公跑了，但戏还得有人演完。张良没有跑，他一个人留在了杀气腾腾的楚军大营里，这需要极大的心理素质。张良双手捧着一对白璧和一对玉斗，静静站在项羽和范增面前，替刘邦圆谎，说刘邦不胜酒力，已经先回去准备交接关中的权力了。项羽收下了白璧，范增接过玉斗，拔出剑，当场把玉斗砸得粉碎。范增指着张良的鼻子骂出了一句断言：将来夺取天下的一定是刘邦，我们这些人都要做他的俘虏了。张良面不改色，
在一众楚军将领吃人的目光中，平静地转身走出了楚军大营。这场豪赌张良赢了，他用私人恩情作为杠杆，撬动了项羽集团的内部分裂，硬生生从40万大军的刀刃下把刘邦的命抢了回来。但这仅仅是活下来。项羽随后主持了分封大典，把刘邦踢到了偏远险恶的巴蜀地区，封为汉王。通往巴蜀的沿途全是大山和栈道，根本养不起大军。项羽的意思很明白，让你活着，但你要一辈子困在山里。刘邦带着队伍垂头丧气地走进蜀地，就在队伍即将完全进入大山的时候，张良拦住了刘邦，提出了一个极其狠辣的建议：烧毁身后的栈道。栈道是悬崖峭壁上用木头搭出来的唯一通道，烧了栈道，意味着汉军彻底切断了自己回到中原的路。很多将领都觉得张良疯了，但张良的算盘打得极其深远。项羽生性多疑，留着栈道，项羽就会日夜防备刘邦打回来。一把火烧了栈道，等于向全天下发送了最明确的政治信号：我刘邦这辈子就在巴蜀养老了，绝对不出来抢地盘。这把火不仅烧掉了退路，更烧掉了项羽对刘邦的最后一点警惕心。公元前205年，彭城，刘邦遭遇了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大溃败。在此之前，刘邦趁着项羽主力在齐国平叛，纠集了56万诸侯联军，一举攻下项羽的老巢彭城。刘邦以为自己赢了，每天在彭城的大殿里搜刮珍宝，摆酒庆功，但他根本不了解他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战争怪物。项羽收到消息，没有大军回援，而是亲自率领3万精锐骑兵，连夜急行军杀回彭城。3万人对阵56万人，这违反了所有的军事常识，但项羽硬生生把这56万联军切成了碎片。汉军全线崩溃，疯狂逃窜，被楚军一路追砍，10几万具尸体硬是把睢水堵得断了流。刘邦在乱军中拼命逃跑，连自己的亲爹和老婆吕雉都弄丢了，全成了项羽的俘虏。最后刘邦带着几十个残兵败将逃到了下邑。大帐里，刘邦瘫坐在地上，看着满脚的水泡和绝望的部下，他引以为傲的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雄心壮志被项羽打得粉碎。刘邦咬着牙抛出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张空头支票：函谷关以东的地盘我全部要了，谁能帮我搞死项羽，这些地盘全归他。这是一个输光了筹码的赌徒在做最后的歇斯底里。就在所有人集体沉默的时候，张良站了出来。他没有提供任何情绪价值，也没有喊什么空洞的口号。张良告诉刘邦，认清现实，你的直系部队根本打不过项羽，想赢就必须改变游戏规则，把单挑变成群殴。怎么群殴？用未来的领土买现在的打手。张良在地图上画了3个圈，精准锁定了3个最顶级的战争外包商。第一个是彭越，他在项羽的大后方打游击，但没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张良建议立刻把梁地大片区域许诺给彭越，给他封王。第二个是英布，项羽手下最能打的头号战将九江王。张良建议派人去游说英布，用更大的利益砸晕他，让他在项羽内部策反。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一个是韩信，当时已经是刘邦的将领，但张良看透了韩信的军事天才和隐秘的野心。张良建议给韩信绝对的独立指挥权，让他去开辟北方战线。潜台词很明确，你打下多少地盘，将来就给你封多大的王。在权力的牌桌上，从来没有天生的忠诚，只有利益交割的契约。张良的这套方案本质上就是一套残酷的金融杠杆，用项羽现在的地盘作为股份，招募全天下最狠的杀手，组建一个反楚利益集团。刘邦照单全收，这场宿命对撞的齿轮
彻底改变了转动方向。利益的驱动力是极其恐怖的。拿了干股的打手们开始疯狂干活。彭越在项羽的后方四处点火，烧毁楚军的粮草。英布在南方举起反旗，撕裂楚军的阵型，而韩信则带着一支偏师在北方横扫千军，连续灭掉魏、赵、燕、齐4个诸侯国，直接在项羽的侧翼架起了一把斩马刀。项羽是一头无敌的猛虎，但他被这张利益大网死死罩住。他今天去打彭越，刘邦就在正面推进；他转身去打刘邦，彭越又在后面断他的粮道。项羽被活活拖进了一场双线作战的泥潭，他的兵力越来越少，粮草彻底断绝。公元前202年，项羽在乌江边拔剑自刎，长达4年的楚汉争霸彻底结束。刘邦在定陶登基称帝，大汉帝国正式挂牌营业。很快，帝国首都定在了洛阳。按理说仗打完了，该是裂土受封、论功行赏的狂欢时刻，但洛阳南宫的空气里却弥漫着极其危险的血腥味。有一天，刘邦走在南宫的复道上，他低头往下看，看到了让他脊背发凉的画面。底下的沙地上，几十个开国将领聚在一起，他们没有喝酒庆功，而是交头接耳，神情极其紧张，有的人甚至手死死按着剑柄。刘邦转头问身边的张良：“这帮人在干什么？”张良没有用任何客套话，直接戳中了大汉政权最要命的死穴。他们在商量怎么谋反。刘邦愣住了，天下刚刚打下来，造什么反？张良冷冷地剖析了这群骄兵悍将的心理防线。他告诉刘邦：“你现在是皇帝了，全天下的财富都是你的，你首先封赏的全是你最喜欢、最亲近的人，比如萧何、曹参。但你平时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骂那些你不喜欢的将领，甚至有过杀人的念头。现在蛋糕就这么大，这帮拿命替你打天下的老狐狸算了一笔账，如果分不到地盘，万一哪天你心情不好，新账旧账一起算，把他们全杀了怎么办？与其等着被你清算，不如先下手为强，大家一拍两散。在权力的博弈场上，绝对的恐惧必定催生绝对的暴力。所谓的忠诚，不过是背叛的筹码还不够大。大汉帝国的信任基石，在建国不到3个月的时候，就面临全面崩塌的死局。如果不立刻打碎这层猜疑链，这群刚刚放下屠刀的军阀，明天就能把洛阳城掀翻。面对这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刘邦慌了。他手里只有尚未稳固的微弱皇权，根本压不住这帮在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兵痞。他问张良怎么破局。张良抛出了第一个反直觉的动作：找一个你最恨的人，立刻重赏他。张良直视刘邦的眼睛：全军上下，你最恨谁？最好是所有人都知道你恨不得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的那种人。刘邦咬牙切齿地吐出了2个字：雍齿。雍齿是刘邦的同乡，当年刘邦刚在沛县起兵，把最核心的革命大本营丰邑交给雍齿防守，结果雍齿转头就投降了魏国，把刘邦的家底全部掏空。刘邦在外面被人追杀，连个落脚的根据地都没有。刘邦无数次想弄死雍齿，只是因为雍齿后来又跑回来立了不少战功，才强忍着没下手。全军上下都知道皇帝做梦都想宰了雍齿。张良直接拍板，今天就封雍齿为侯。刘邦压住心里的恶心，立刻照办。他不仅封雍齿为十方侯，给了2500户的食邑，还大张旗鼓地摆下国宴，亲自给雍齿敬酒。这个举动的震撼力无异于平地起惊雷。当那些正在沙地上密谋造反的将领们吃着雍齿的封侯酒时，心里的恐惧瞬间烟消云散。他们的博弈逻辑极其简单，连雍齿这种背叛过皇上，把皇上坑得最惨的人都能封侯，
那我们这帮只受过几句骂的人还有什么好怕的？一场足以毁灭新生帝国的军事兵变，被张良用一个侯爵的指标瞬间瓦解。大汉初期的军心奇迹般的稳定了下来，安抚了外围的军队，刘邦终于坐稳了龙椅。接下来迎来了决定张良个人命运的终极时刻，刘邦必须对张良这个帝国第一大脑进行封赏。刘邦看着眼前这个从沛县一路陪他走到洛阳，替他化解了无数次死局的谋臣，开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夸张的一笔天价奖赏。刘邦在朝堂上当众宣布：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公也，自择其3万户。齐国就是今天的山东大部，那是当时全天下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逐海为盐、冶铁铸钱的超级经济中心。刘邦的意思是，齐国最富庶的3万户老百姓的税收全归你张良，具体哪块地盘你自己拿笔在地图上圈。这不仅是泼天的财富，更是裂土封疆的绝对特权，是世俗权势与无上荣光的绝对巅峰。按照常理，辛苦了10几年，无数次在刀尖上跳舞，终于熬到了变现的时刻，任何正常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磕头谢恩。但张良看着刘邦的眼睛，做出了一个极其违背人性的惊人抉择，坚决拒绝。这绝不是什么高风亮节，更不是什么事金钱如粪土，这是一个顶级博弈者在看穿了权力重力后的精准自保。张良太清楚刘邦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也太清楚最高权力的杀戮逻辑。齐国太富了，3万户的体量太庞大了。今天你敢拿走齐国3万户，明天你的名字就会立刻出现在皇帝的特别防备名单上。一个拥有绝顶聪明大脑的人，如果再配上富可敌国的资源和封地，在开国皇帝的眼中就是最标准、最具威胁的谋反配置。刘邦今天的重赏是真的感激，但明天他心里的猜忌也是真的要命。这是一份奖赏，更是一把随时会落下的悬顶之剑。张良退后一步，深深作揖。他告诉刘邦，自己绝对不能要齐国的3万户，他只要一个地方，一个在地图上根本不起眼的穷乡僻壤刘县。张良给出的理由堪称权力公关的教科书。当年臣在下邳起兵，机缘巧合在刘县遇到了陛下，这是老天爷把我交给了陛下。陛下既然看得起我的计谋，我只要刘县就心满意足了。齐国3万户臣万万不敢收，只要刘县，拒绝齐国3万户。这个举动在刘邦听来是一曲最动听的忠诚赞歌。要刘县代表着不忘初心，时刻铭记自己是皇上的私人嫡系。拒绝3万户代表着毫无野心，绝对不会对中央皇权构成任何经济和军事上的割据威胁。张良通过主动放弃实际利益，向最高皇权交出了一份无可挑剔的底线声明。他精准切断了刘邦的防备神经，在自己和皇权之间画下了一条极其清晰、毫无威胁的权力边界。刘邦非常满意，张良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刘侯的印信，彻底洗清了自己身上的危险信号。这场问鼎天下的分赃大会，张良用极其高超的政治柔术让自己安全着陆。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命，还把自己的政治身份转化为毫无威胁的边外人员。公元前196年，当年那些拿了政治干股替刘邦在侧翼疯狂绞杀项羽的异姓王们，迎来了最彻底的集中清算。楚王韩信被诱杀于长乐宫中室，一灭三族；梁王彭越被掠夺王位，流放半路上向吕后求情，结果被直接押回洛阳砍了脑袋。为了杀一儆百，彭越的尸体被剁成肉酱装在坛子里，分发给大汉朝的各个诸侯王品尝。这已经不是飞鸟尽良弓藏，这是一场针对开国功臣的斩草除根与血腥屠戮。在刘邦的逻辑里，天下已经打下来了，
当年用来推翻项羽的武装力量，现在就是帝国最大的定时炸弹。在权力的天平上，你的忠诚毫无意义，你的实力就是原罪。只要你手里有兵，或者你有号召天下人的影响力，你就是潜在的谋反者。就连从沛县起兵就跟着刘邦，替他守了几年大后方，劳苦功高的第一相国萧何也感受到了屠刀逼近的寒意。刘邦在前线平叛，隔三差五就派使者回来慰问萧何。萧何的门客一语道破天机：皇帝这不是在关心你，这是在查你的岗，怕你在大后方深得民心，趁机造反。为了活命，大汉第一相国被逼出了一套极其魔幻的操作。萧何开始强卖老百姓的土地，纵容手下贪污受贿。他要硬生生往自己脸上抹黑，用自无名节的方式向刘邦递交一份投名状。他要让皇帝看到，我萧何只是个贪图蝇头小利的小人，胸无大志，绝对不会去抢你的江山。连最老实巴交的萧何都要靠当流氓来保命。朝堂上的恐惧压迫感已经突破了极限。此时的张良面临着比萧何更致命的死局。萧何顶多是个搞后勤的，而张良是帝国的首席战略大脑。他太聪明了，他知道刘邦太多的底牌，他设计了打败项羽的所有阴谋。在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帝王眼里，绝顶聪明比手里握着10万大军更可怕。如果不做出应对，下一个被端上刘邦餐桌的肉酱很可能就是他。张良必须重新给自己定位，他要把自己身上所有的政治属性彻彻底底的剥离干净。怎么剥离？交出权力远远不够，只要你这个人还在，你的脑子还在，那些对皇帝不满的人就随时可能来找你串联。张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身退与心隐的双重抽离。首先是闭门谢客，张良对外宣布自己常年跟着皇帝四处征战，落下了严重的病根，如今体弱多病，无法上朝。他直接关上大门，杜绝一切宾客探访，不结交任何大臣，不参与任何朝政决策，硬生生把自己从大汉的政治版图上抠了出去。但这依然不保险，关起门来，皇帝照样会怀疑你在阴暗的房间里密谋造反。你必须给皇帝一个逻辑自洽的解释，你为什么连绝对的权力都不要了？于是张良抛出了第二步，精神断联。他开始修仙。张良对外宣称自己已经看破红尘，要追随上古神仙赤松子的脚步去云游四海，羽化登仙。为了证明自己是认真的，他开始辟谷。辟谷就是绝对不吃五谷杂粮。他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饿着肚子练习导引之术，每天做着各种拉伸和呼吸吐纳。一个算无一策，曾经在鸿门宴上刀尖起舞的顶级政治家，突然变成了一个面黄肌瘦、神神叨叨的修仙狂热分子。这套操作看起来极其荒诞，但在权力的博弈场上却是一招登峰造极的太极推手。张良向最高皇权释放了一个极其精准的信号：我的欲望已经不在人间了。一个想当神仙的人怎么会去抢人间的皇位？一个连饭都不吃的人怎么会去贪图世俗的荣华富贵？他用摧残肉体的方式证明了自己政治野心的彻底死亡。刘邦收到这个信号后，防备神经彻底松弛了。他不仅没有起疑心，反而真的觉得张良身体不行了。刘邦甚至亲自跑到张良家里，看着饿得皮包骨头的张良，破天荒地动了点恻隐之心，劝他说：人生苦短，何必这么折磨自己，还是吃点饭吧。张良的伪装奏效了，在刘邦那份长长的清算名单上，张良的名字被彻底划掉。他从一个极度危险的帝国大脑变成了一个毫无威胁的大汉吉祥物。公元前195年，大汉帝国的屠刀依然在滴血，
但最高权力的中枢却突然爆发了一场足以颠覆江山的内战。张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饿得面黄肌瘦，以为靠着这套修仙的迷彩服就能彻底躲避政治漩涡，但是一双沾满血污的手硬生生砸开了他的大门。大汉王朝爆发了最严重的内部危机——接班人危机。晚年的刘邦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对权力的焦虑感也达到了顶峰。他看着现任太子刘盈，越看越不顺眼。刘盈是吕后生的，性格仁慈软弱，而在刘邦眼里，这种软弱在残酷的政治丛林里就是死罪。当时的天下是个什么局面？异姓王虽然被杀得差不多了，但朝堂上站着的全是一帮跟着刘邦从尸山血海里砍杀出来的骄兵悍将。刘邦非常清楚，自己一旦闭眼，这个人弱的太子根本压不住这帮杀人如麻的老狐狸。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刘邦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最宠爱的戚夫人，以及戚夫人生的儿子赵王刘如意。刘邦对这个儿子的评价只有4个字：如意累我，也就是像我，够狠，够聪明。刘邦下定决心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如意。这个决定直接引爆了大汉帝国的火药桶，废长立幼，动摇的是整个国家的根本。朝堂上炸开了锅，大臣们拼了老命阻拦。御史大夫周昌是个结巴，在大殿上气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跟刘邦大吵。太傅叔孙通直接放话：你今天要是敢废太子，我马上撞死在这根柱子上。刘邦表面上打哈哈，但心里的杀机已经锁定。靠吵架根本改变不了一个开国帝王的钢铁意志。最绝望的人是吕后，太子一旦被废，戚夫人上位，等待他和儿子必然是极其残酷的肉体消灭。吕后用尽了所有的人脉和资源，都无法阻挡刘邦的换储计划。走投无路之下，吕后想起了那个闭门修仙的大汉第一大脑，他派出了自己的亲哥哥建成侯吕泽，直接带人冲进了张良的府邸。这是张良晚年遭遇的最大死局。吕泽没有废话，直接把刀递到了张良的眼前，意思非常明白：你是皇上最信任的谋臣，现在太子有难，你不能装死，你今天必须出一个主意。张良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绝对的两难困境。如果不帮吕后，这个女人的手段他太清楚了。一旦刘邦驾崩，吕后掌握实权，第一个就会把他张良全家剁成肉泥。因为见死不救在权力场上就是背叛。如果帮，怎么帮？跑去大殿上跟刘邦讲道理，那是找死。刘邦现在防的就是功臣集团干预皇权交接。只要张良敢在这个敏感时刻开口替太子求情，刘邦立刻就会新账旧账一起算，认定张良和吕氏外戚勾结，马上就会活剥了他。面对这种必死之局，张良展现出了中国历史巅峰级别的太极推手。他看着气急败坏的吕泽，抛出了一个极其冷酷的判断：皇上现在是出于骨肉私情要换太子，这时候哪怕有100个张良跑去劝，也没有任何用处，口舌之争毫无意义。吕泽急了，那到底怎么办？张良拿出一张羊皮地图，指了指长安城外的商山。他给吕后出了一个不动刀兵，不费口舌却能一击毙命的阳谋，请商山4号。什么是商山4号？这是4个隐居在商山的白胡子老头：东元公、角李先生、齐礼记、夏皇公。这4个人是那个时代最具政治威望的文化图腾，代表着天下读书人的最高信仰。当年刘邦打下天下，想用高官厚禄把这4个人请出来装点门面，结果这4个老头根本不给面子，嫌弃刘邦傲慢无礼，直接躲进深山老林死都不出来。这成了刘邦心里的一根刺，也是他一直无法跨越的政治高山。张良的博弈逻辑极其毒辣。刘邦为什么觉得太子不行？
因为他觉得太子没有威望，镇不住场子，怎么证明太子有威望？不是靠大臣去吵架，而是要让太子做到连皇帝都做不到的事情。张良给吕泽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手册，让太子放下所有的身段，准备最豪华的马车，带上最贵重的礼物，用最卑微的言辞写信。核心只有一条装孙子，把这4个活神仙当亲爷爷一样请下山。吕后集团立刻照办，奇迹发生了。那4个连开国皇帝的面子都不给的隐士，竟然真的被太子的诚意打动，坐着马车走进了太子的东宫。清算日很快到来，公元前195年，大汉皇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国宴。刘邦端着酒杯，正准备继续推进换太子的计划，突然他的目光越过人群，死死盯住了太子刘盈的身后。在太子的身后站着4个80多岁的老人，他们胡须雪白，一直垂到胸口，虽然穿着普通，但气质超凡脱俗。刘邦放下酒杯，指着那4个人问：“你们是谁？”4个老人走上前，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东元公、角李先生、齐礼记、夏皇公。刘邦的脸色变了，他深吸了一口气，问出了那个憋在心里多年的问题：当年我费尽心机请你们，你们为了躲我跑进大山，今天你们为什么要跟在我的儿子身后？4个老头的回答像4把尖刀，直接摧毁了刘邦的换储计划。他们说：陛下轻视读书人，动不动就骂人，我们不愿意受辱。但是我们听说太子为人仁慈孝顺，懂得恭敬下士，全天下的人都愿意为太子去死，所以我们来了。全天下的人都愿意为太子去死，这句话一出来，胜负已分。刘邦看了一眼神情局促的太子，又看了一眼那4个代表着天下民心的老头，他心里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瞬间明白了一件事：太子的软弱只是表象，太子已经靠着这种人弱收买了全天下的老臣和名士。这4个老头站在太子身后，就等于向全天下宣告，大汉帝国的法统和民心已经牢牢绑定在了刘盈身上。刘邦没有发脾气，他只是挥了挥手，让这4个老头好好照顾太子。宴会结束后，刘邦把戚夫人叫到眼前，对他说了一句极其苍凉的话：我想换掉他，但是那4个人辅佐他，他的羽翼已经丰满，根本动不了了。吕后真的是你的主人了。戚夫人绝望地放声大哭。刘邦敲着拍子唱起了那首著名的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于潜以就，横绝四海。大汉帝国的夺嫡之争就在这首凄凉的歌声中画上了句号。这场足以撕裂帝国的政治风暴被化解于无形，而导演了这场惊天逆转的张良全程没有出面，没有写过一份奏折，没有在大殿上说过一句话，他只是给一个绝望的女人指了一条路，就精准拿捏了皇帝的心理盲区，彻底锁死了大汉的接班人格局。更可怕的是，这套操作没有给刘邦留下任何把柄，刘邦甚至不知道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那个躲在家里辟谷的张良。张良用这一招不动刀兵的心理战，不仅平息了危机，更向未来的帝国掌权者吕后交出了一份无可挑剔的投名状。回顾张良的一生，他从博浪沙那个掷出大铁锥的亡命刺客，走到了大汉帝国最高权力的总设计师。他这辈子算计了项羽，算计了韩信，算计了天下所有的诸侯，但他最高明的算计是比所有人都更早地看透了权力的本质。打天下靠的是才华和毫无底线的豪赌，但活下来靠的是对权力边界的绝对清醒。那些倒在刘邦屠刀下的开国元勋，死于傲慢，死于贪婪，但本质上是死于对权力这种怪物的无知。韩信到死都抱着楚王的头衔不撒手，彭越为了保全蜀地丢了性命。他们以为打下江山，权力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可以用来跟皇权讨价还价。张良不同，他深知制度的惯性是碾压一切的。开国皇帝的杀戮机制一旦启动，任何历史功劳都挡不住这把刀。唯一的解法就是让自己脱离这个机制的打击范围。于是在权力达到巅峰的那一刻，他做出了最冷酷的切割。他拒绝齐国3万户的顶级封赏，只要了一个小小的留地。他交出筹码，切断人脉，甚至用辟谷和修仙来主动摧毁自己的政治价值。这根本不是什么消极避世，而是一种最高维度的自我保全。他发明的这套功成名遂身退的博弈范式，成功把最具威胁的政治实权转化为了毫无威胁的编外顾问。他把这种知止的智慧刻进了中国文明的基因里，成为了后世2000年来所有顶级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生存密码。时间转到今天，我们早已经不用再去面对伴君如伴虎的生死考验，但是张良的故事依然在现实中回响。现代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每个人都在拼命挤上牌桌，去争夺更多的资源，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卷入无休止的职场与利益倾轧。其实人生最难的，从来不是如何拿到满手好牌，也不是如何在绝境中赢下那一局，最难的是在你拿到想要的筹码后，懂得如何体面地离开牌桌。权力也好，名利也罢，他们都有极强的重力，靠得太近，攥得太紧，最终就会被这股重力吞噬。有时候，主动放下手里那把屠龙刀，不再去劈砍那些无休止的欲望，才是保卫自己最好的武器。懂得不争，有时候才是最高维度的争。